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最近呢，在中国的网络上面有一个新的梗出现，它就是爱你老几，明天见。爱你大家应该都知道，爱你，我爱你，我爱大家。老几，几呢是指的自己的己。中国人呢，有的时候会加上一个老，在一个名词前面，体现出一种亲昵感。老这个字呢，听起来很乡土味，对吧？有一点点土味，但是呢，同时呢，又夹杂着一点点亲昵的味道。比如说，我们会喊自己的爸爸妈妈为老爸、老妈，对吧？老几呢，就是亲昵的称呼自己，老几，老的自己，老几。爱你老几，明天见。这个梗突然走红，主要是为了体现爱自己，在每个犹豫拧巴的瞬间，坚定的选择站在自己的这边。中文网络上面呢，如何来用这个梗？现在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几个中文网络上面的爱己日常，也就是爱自己的瞬间。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特别想吃火锅，我就问了我自己，你要不要去吃火锅呢？然后我就带着自己去吃火锅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客体的位置，分离出来了一个新的人格，来好好的对待自己，这就是爱你老几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是不是想要去买一块盒马新出的蛋糕呢？然后分离出来的这个人格就会对自己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今天我都帮你买回来。这也是爱自己的一个体现。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其实几年前中文网络上面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感觉自己在20几岁的时候会经常给自己制造一些这种仪式感的机会。比如说6·1儿童节，我们会给自己过儿童节，因为即使我们都已经不是儿童了，但是呢，在6·1儿童节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会去肯德基、麦当劳吃一份儿童套餐，给自己买一些玩具。近些年呢，这些快餐连锁也在6·1儿童节的时候相继推出了一些比较适合成人的儿童套餐。这些儿童套餐里面吃的食物呢，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周边。这些玩具呢，而且应运而生呢，还有就是儿童节，情侣们也会在儿童节这一天去约个会，一起度过。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大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娱乐方式实在是太多样了，多一个儿童节也不是很多，对吗？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给自己的仪式感，早些年自己还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候，我会在自己每年的生日这一天给自己一点点仪式感，然后去拍一组照片。在中国写真这个行业呢，还是一直存在的，市场里面呢一直存在着生日写真这一项服务。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在网络上面团购一个套餐，然后去写真店拍照片的店铺里面去拍一组写真。商家在这些年呢推出了更多的服务，他们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主题。那在生日这天去参加一个主题的拍摄活动，那也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这个在早年期间我很喜欢做。去了日本之后呢，因为
自己每天都在拍照，手机的功能越出越好，各种美颜的 APP 出现了，大家也已经开始习惯了每天拍摄好看的照片，用美颜相机给自己修出特别好的照片的时候，并且有专门的拍照相机相继而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去写真店拍写真了。后来呢，我生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买一份甜点。这份甜点呢，平时吃好像有一点点太甜，但是一年只有在生日的这天尝一尝这个也不算特别好吃，但是做的特别精致的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有纪念意义的。我记得我在日本的期间，我会经常去一家法国的甜品店。这个甜品店它做的最出名的甜品就是马卡龙。这个牌子呢叫做拉杜利，拉杜希是吧？是这么读吗？法语是这么说的吗？拉杜希在日本特别火。早些年它更火的时候呢，它还有推出美妆。中国女生去日本爆买的产品里面，绝对有一个拉杜希的花瓣腮红。我自己在日本居住的期间，每年生日的时候会去拉杜希买一盒马卡龙。然后你说好吃吗？也就一般，但是我会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盒里面不同口味的马卡龙。我还记得我去德国的第一年，我特意调开了航班，然后想要保持自己之前已经有的这个生日仪式，我特意飞去了巴黎去度过了一个生日，然后在生日这一天去了位于法国巴黎的拉杜希店里面买了一盒马卡龙。我身边呢现在有马卡龙的周边产品，因为马卡龙的这个设计很可爱，在日本呢它有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商品，也有和其他品牌联名出了很多周边。我现在呢还保留着之前买的一个拉杜希的周边产品，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一盒马卡龙。其实呢，吃的甜品的马卡龙和这个包装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比这个更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哦，这是一个盒子，然后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呢有3个不同颜色的马卡龙，我拿出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的呢，完全就是一个吃的马卡龙的形状。我今天呢会留下一个悬念，我今天呢会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大家可以猜一猜，这盒做成马卡龙形状的物品是什么吗？这3个颜色哦，做的大小和马卡龙也是一样的。期待听到你们的答案，你们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个产品，但是我觉得它实在太可爱了，我一直没有拆开用。所以呢，吃马卡龙在我之前一直是我生日的一个固定节目。但是这个固定的节目，这个仪式感什么时候被我打破了呢？其实也是在那一次去法国巴黎玩的旅程里面。因为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我第一天去吃了马卡龙，第二天，也就是在生日的第2天，我去了一趟巴黎迪士尼玩。当时我去迪士尼是和一个墨西哥的好朋友一起去玩的。迪士尼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朋友来讲都不算很陌生，因为我住在苏州，我们苏州呢有一条地铁线是和上海迪士尼直接连接起来的。
这个在未来的一期播客里面呢，我会讲一讲这条地铁线，因为我的很多青春的故事都和这条地铁线是连接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从那次在巴黎迪士尼度过了一个生日之后，然后我就决定每年的生日都会去一趟迪士尼。说起来迪士尼，其实我在日本居住的时候呢，我有买迪士尼的年卡。东京呢是有2个迪士尼的园区的，我当时还买了一个2个园区都可以使用的年卡。我特别记得在东京居住了第2年，我已经适应了东京的生活，每天去语言学校上课，每天去熟上课，每天继续运营我自己的店铺。然后这个时候呢，在繁忙之余，我希望给自己每天有一点点的小的一个仪式感。所以在和朋友们去了几次迪士尼之后，我决定买一张年卡。我用年卡，我不会白天去，因为白天很多人，迪士尼真的超级多的人，玩什么项目都要排队。我经常会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5点钟、6点钟，当大家都在赶着回家吃晚饭的时候，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会一个人向着迪士尼出发。从我居住的 Skinamiku 到达迪士尼所在的 Maihama Eki， 我会晚上在迪士尼看一场烟花，然后早点回家。自从我买了迪士尼年卡之后，我就不会再拘束于我什么时候去，所以我经常晚上会去迪士尼，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看完烟花之后，一个人坐电车回家啊，完成了一天。我是一个艺人，我一直都是一个艺人。艺人呢，就是需要从人群里面去汲取能量，但是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艺人。所以呢，我会特别喜欢在人群里面独处，尤其是迪士尼这种充满了欢乐的地方。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在迪士尼的角落里面找一个位置，然后坐在那个长椅上面，一个人吃着冰淇淋，然后看着周围的日本高中生、日本的游人，然后叽叽喳喳的兴奋的说着一些Kile 之类的这种话，然后我的心里面就会特别开心，这是我汲取能量的一个来源。等到我去了欧洲之后呢，巴黎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点太远，我就只能在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去巴黎迪士尼或者去香港迪士尼度过。等到我回到了中国，上海迪士尼虽然很远，但是我们这里的交通比较方便。这个时候呢，我每年的生日也会去迪士尼游玩。去年我带着我妈妈第一次去了迪士尼，然后跟我妈疯狂的做所有的项目。我是很喜欢，对，我去迪士尼，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会排队去一遍一遍的玩那些很刺激的项目，因为我很享受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然后其实呢，一个人去迪士尼玩还有一个好处哦，那就是经常它会有那种单人通道，可能有一些家庭或者 group 一起去玩的时候呢，是单位数的人，是3个人或者5个人，那一般的位置呢又是双数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位置被空下来了。这个时候一个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捡漏，就可以享受这种不用排2-3个小时的队就可以快速玩到这个项目的一个乐趣。所以呢，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玩，我也特别喜欢买年卡，因为我就是想要去享受一下这个刺激。去年呢，我带着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迪士尼。我爸爸妈妈呢，他们是对于这种刺激的项目呢受不了。我们苏州本地也有一个乐园，也有一个主题乐园。我爸爸妈妈之前去过一趟，但是他们实在受不了那种刺激的项目，所以他们一直都不同意花钱去迪士尼玩。但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带着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上海迪士尼。在这个整个玩的过程里面呢，
我和我妈经常还是捡漏，因为我想要多玩，我想要重复的感受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这种感觉，我就想要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我和我妈经常就是会单独行动，等到排队的时候，如果工作人员说啊有没有一个人的，然后我就会举手，我说我一个人。我妈妈也说一个人，这个时候无非就是我和我妈不是坐在同一排而已，但是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玩呀。我特别记得我们从早上10点钟入园，一直到晚上闭园才回家，这个中间可能玩了有10几趟吧。我妈呢，其实在中间她一直有在忍受，她已经受不了了。她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项目实在是太过于刺激，就是她其实脑子一直在晕乎乎的，她想要吐。她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晕车、晕机。在我们玩过最后一趟项目之后，我妈从那个机器上面一下来，就一个人跑到垃圾桶那里，终于吐了出来。哎，我也不知道这是带我妈妈去玩还是受罪呢。但是我妈妈告诉我，这是她过得很开心的一天，即使她已经吐了，她还是觉得很开心的一天。因为之前我和我爸爸妈妈一起住，我家里面有超级多的玩偶。我以前特别喜欢收集迪士尼的玩偶，迪士尼的周边，然后我妈一直对他们就是很熟悉，虽然没有去过迪士尼，但是她对迪士尼的这些玩偶们都很熟悉，因为她在家里面已经见过无数次了。所以当他第一次有这个机会进入到迪士尼园区的时候，发现那些原本在家里面的玩偶充斥着整个园区，他就会觉得很熟悉，他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所以呢，我妈妈即使在快要闭园的时候吐了出来，但是她哪怕直到今天，她也会经常跟我说啊，去迪士尼的经验很好，去迪士尼的感受很好啊。所以我也在想着，未来要不要跟我妈每年迪士尼都要去呢？要不要未来每年都去一趟迪士尼呢？大家会有这种仪式感吗？你们会在每年的固定节日里面给自己提供什么样的仪式感呢？当然，我觉得想要爱自己、接纳自己，也不一定是要给自己消费，这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机会，去倾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陪自己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哪怕只是平平凡凡的度过每一天。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播客也类似于一种爱你老己的体现。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喜欢和自我对话的人。我以前呢，经常会有一点点奇怪，我是那种坐在马桶上面，然后突然会和自己对话的一个人，就感觉我分离出来的一个人格会和自己对话啊。我会想象着有一个人坐在对面采访我，然后我回答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事情，我这个事情已经做到了哪一步。我会经常坐在马桶上面和自己对话。有的时候呢，别人在我的洗手间外面听到我在洗手间里面说话，也会突然问你在讲什么，但是其实我是在和自己对话。我以前会觉得这个举动呢有一点点奇怪，但是等到后来，尤其是我开始真正的做了播客之后，我会觉得现在的播客它其实也是在和自我对话。当然有了你们的陪伴，我觉得很幸运，但是更多的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形式延续了下去，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体现，和自己自我对话也是一场温柔的自我接纳。所以爱你老几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新的梗，它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我每天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每天对待自己、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们会怎么爱自己呢？你们会给自己准备什么样的仪式感呢？
期待听见大家的回答。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爱你们朋友们，下期见，拜拜。